维苏威火山暗波涌动，来自地下的低沉轰鸣声让人心惊胆颤。它是世界上最具历史意义的火山之一。公元79年爆发，庞贝被火山灰和腐蚀掩埋，城市在一夜之间消失，数千人丧生。在火山喷发前，火山口就开始排放烟雾和有毒气体，这正是火山爆发前的征兆。斯高普斯加快了挖掘的速度。艾利亚的大哥向心中偶像婉转地表达想要当个车手的愿望。斯高普斯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因为有这样愿望的人他见得太多了，但真正有才华并能够坚持的真是寥寥无几。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我们继续讲将死之人的第3集。火山灰被顺利地带了回来。火山灰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可以吸附和捕捉毒素、细菌和病毒等有害物质。艾利亚不放心别人，于是他亲自给马喂了下去。但是大家整整守了一夜，也没有任何起色，似乎一切都太晚了。特纳斯安排仆人克什尔带着卡拉前往马苏斯领主的宅邸见女儿，他希望尽快听到有关领主和领主夫人的动向。安东尼亚夫人亲自给女孩验了身，看着女孩流下羞耻的眼泪，他感到心满意足，认为女孩的害羞已经说明她确实是处子之身。卡拉在路上买了2串红色的小果子，跟着克什尔来到领主家。克什尔通过熟人德妈让这对母女在厨房见了面。母亲把小果子给女儿，并暗自嘱咐了一些话。短暂的见面之后，卡拉离开了领主家。她担心儿子垮梅，向克什尔问起决斗学校，克什尔将他带了过去。垮梅在决斗士训练营努力的练习，在维果的教导下，格斗技巧突飞猛进。休息时，2人就闲聊起各自的身世。垮梅说自己的狩猎技巧都是父亲教的，他是个优秀的猎人，但被罗马人强征入伍，并死在了战场上。垮梅感叹，动物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猎食，但罗马人却为了取乐而捕猎。维果是来自北方小城的士兵，城被罗马人占领了，他从战俘沦为决斗士，妻儿成为奴隶，每天为人编织毯子，所以他希望获得自由，去和妻儿团圆。这时，训练官通知2天后的战车比赛热身赛由壮汉对战大块头，垮梅和维果作为壮汉的收尸者。言下之意，壮汉基本是死定了。维果安慰着壮汉。卡拉说服守卫偷偷摸进了决斗士训练营，并见到了儿子。他告诉儿子自己一定会想办法救出他。当卡拉回到家，他希望特纳斯给自己一份差事为生，于是特纳斯安排他们母女到自己的酒吧打工。二皇子多米提安认为，一旦哥哥当了皇帝后，自己就死期将近了。儿时哥哥的虐待和羞辱历历在目，都是因为哥哥从中作梗，父亲才根本没有给自己机会率领军队，完全忽视自己一直以来在元老院复杂关系中的运筹帷幄。他担心父亲死后，哥哥就会把自己除掉，包括眼前这个小宠臣。他早已拿定主意，绝不让这个事儿发生。正当3个安达鲁西亚小子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时，好消息传来，马奇迹般的痊愈了。虽然还有些虚弱，但参加比赛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每个队有2个车，现在还差1个车手。斯高普斯想起了3兄弟中的大哥，这一下万事俱备。斯高普斯忽然离开蓝队的举动，让马苏斯领主和安东尼亚夫人非常生气。安东尼亚告诉丈夫，自己已经安排人毒死了斯高普斯的马，下一个死的就是斯高普斯本人了。他们没想到这些话都被卧室里的女孩听到了。当安东尼亚把女孩作为礼物送给丈夫时，马苏斯领主却扫兴地发现女孩裙子上的血迹。母亲交给女孩的手段让她暂时逃过一劫。她匆匆溜出领主家，找到母亲，把安东尼亚夫人预谋杀死斯高普斯的消息告诉了特纳斯。比赛前一晚，斯高普斯来到赛场，恰好碰到了新进的队友。他们都发现了弯道处被撒上了更粗的沙子，这样打滑的几率就会变大，所以过弯时就必须紧贴内刀，否则很容易被滑出去。斯高普斯告诉新队友，很多人都觉得他长胜不败，是因为他在母亲子宫里时被罗马幸运之神福尔图纳触摸过，但他的母亲是个妓女，哪有什么幸运之神会眷顾？一切成功都来自于自己比别人更勤奋和细心，就如同这提前观察场地一样。另一边的决斗士训练营里，
壮汉告诉维果和夸美，他第二天会死。他看到别人死了被喂老虎，但作为最后一个新布里战士，他不希望最后被喂老虎。他把自己攒的钱都给了维果，希望维果把他的尸体烧掉。维果也不想被喂老虎，但夸美觉得喂老虎是个不错的选择。从竞技场独自回家的斯高普斯在路上被人团团围住，虽然他努力的搏斗，依然寡不敌众，被打晕，然后捅了几刀拖走了。围观的市民把这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罗马。马尔苏斯领主高兴地对妻子大加赞赏，没想到安东尼亚夫人惊诧地表示这不是他干的，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第二天代表蓝队出赛的车手空缺。深夜，多米提安匆匆来到财政部，声称要清点帝国账目。他偷偷从国库里偷了40根金条，重新熔铸之后，让红发小子去给自己下注，买4大派全部都输。一个犹太熔炼工偷偷藏了一块，连带消息一起传递给了犹太女王，而犹太女王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提图斯。天还没有亮，怒火中烧的提图斯就把弟弟从床上抓了起来，看着弟弟百般抵赖，提图斯表示自己会查清楚，并且会收走多米提安的权利。看着哥哥怒气冲冲的背影，多米提安只能寄希望于这场豪赌，如果赢了就可以归还偷拿国库的钱，还可以大挣一笔，否则就只能死路一条了。开场的前一天，安东尼亚夫人在丈夫的陪伴下，用3倍的酬金挖走了白队的车手瑞诺。这混乱的一天即将拉开帷幕。在隆隆的鼓声中，竞技场开启了。多米提安匆匆来到父亲的寝宫，发现父亲独自一个人在窗前发呆，他语无伦次，神志不清。多米提安把他扶上床，父亲对儿子大加赞赏，这令多米提安倍感欣慰。可紧接着，父亲喊出的是哥哥提图斯的名字，多米提安瞬间感到失望至极。原来父亲只是认错了人。当多米提安来到竞技场，哥哥已经在了。他告诉哥哥父亲不舒服，不会来了。哥哥竟然毫不担心的样子，并干脆坐上了父亲的位置，这令多米提安感到很无语。白队的领主在马圈大发雷霆，他丢失了自己的主力车手。不仅如此，他委托车商制作的新型战车也丢了，其实是被特纳斯高价买走了。他只好派出后备车手驾驶旧战车上场。战车赛之前是决斗式决斗，大块头和壮汉上场，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两人开始了血腥的搏斗。维果在后场惴惴不安，他似乎预见了自己的死亡。果然，壮汉不是对手，很快就被斩断了手脚，任由大块头虐待，最后被杀死。维果和垮梅两人匆匆来到场内，捡起了壮汉残破的尸体。垮梅被眼前这么多人的竞技场惊呆了，他还看见那个侮辱自己的王子正坐在高高的看台上眉飞色舞地聊着天。维果叫醒他，速度把尸体搬走。看台上，蓝队的马苏斯领主和妻子高高兴兴地坐到了第一排，得意地向对手卡托尼亚夫人炫耀自己收购了蓝色股份而荣登蓝色大股东的位置。然后面对怒气冲冲前来理论的白色派元老的质问，霸气地表示价高者得，天经地义。此时特纳斯叫醒了昏睡了一晚的斯高普斯，告诉他那场谋杀都是为了保护他而演的戏。而此时斯高普斯依然不相信爱自己爱到痴狂的安东尼亚夫人会对自己下手。赛场上，几个孩子举着寒酸的金色旗子，跟着特纳斯来到一块狭窄的空地坐下。主持人介绍，从今天起将多一个金色战队，而车手正是斯高普斯。他一身金色的战袍，白色的战马，漂亮的新型战车，耀武扬威地进了场。而白色战队的瑞诺成了蓝色车队的赛手。不仅贵族元老们满脸惊讶，连看台的观众也乱成一团，赌场都被挤破了头，赌徒们忙着重新下注，卡拉也跟着下了注。多米提安向哥哥介绍，一个平民攒够了钱建立车队，自己本着与民同乐的思想就批准了。哥哥提图斯对多一个或少一个车队并不感兴趣。比赛开始，斯高普斯依然战术性落后，战车在高速地变换着位置，他们尽量不让马落后，同时又节省体力。始终这些马刚刚才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虚弱的并不能发挥全部实力。终于到达倒数第2圈，斯高普斯给队友使了个眼色，队友硬生生地帮他逼出一个内道。斯高普斯驾车追了上去，他开始加速，猛追第一的蓝队瑞诺。
最后一个弯道后，两人驾马并驾齐驱，但斯高普斯的白马已经开始体力不支了，这让埃里亚倍感担心。忽然，斯高普斯开始向曾经的作家发出指令，蓝色的马儿开始减速，这让瑞诺非常吃惊。斯高普斯趁机加速，最终提前一个马蹄冲线，险胜对方。多米提安王子狂喜不已，马苏斯领主和安东尼亚完全没想到，刚当上大股东的第一场就输了。瑞诺更是在赛后怒气冲冲地来找斯高普斯，指责他玩手段。斯高普斯毫不在乎地享受着自己的又一次胜利。赛场上输钱的观众也打坐了一堆。特纳斯在一众贵族元老们愤怒的眼神中领走了当天的分成，他感到无与伦比的畅快。红色小子把赢的赌金送去给二皇子，卡拉用赢来的钱赎回了自己的大女儿。就在大家都沉浸在成功的快乐中时，外面的骚乱越发严重起来。输了钱的市民开始聚众闹事，他们不接受多出一个派系。黄昏里，垮梅和维果按照约定架起柴火，焚烧了辛普里战士的尸体。在他们身后的罗马城里，市民乱成一团。多米提安偷偷归还了金库里偷拿的金条。提图斯对金库的盘查什么都没有查到，他开始怀疑那个犹太女人。这时传来皇帝驾崩的消息，老皇帝韦斯巴乡头戴桂冠，在卫兵的搀扶下站着死去。两个儿子匆匆赶到时，他没留下任何遗言。窗外街头的暴乱还在继续，多米提安站在窗前眺望，熊熊的火光映照在他的眼中，预示着新的权力争夺之战已经到来。好的，本集剧情就介绍到这里。本集老皇帝韦斯巴乡领了便当，安东尼·霍普金斯在这个剧里显得非常苍老，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化妆的缘故。不过一个87岁的老人家能有如此的精神头拍戏已经非常厉害了。本集的故事虽然有点凌乱，但是我们迎来一个小高潮。竞技场的决斗缺少一些动作设计，但是血腥程度却是非常的高。战车比赛尤其的扣人心弦，最后这个胜利的方法有点小聪明，也确实出乎意料。最后关头真正的让人捏了一把汗，没想到险胜了。在前3集里，沦为奴隶的努比亚家庭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一条线索。从本集开始，忽然有些进行的太顺利了，比如母亲卡拉偷偷去领主家见女儿，小女儿偷跑出来报信，卡拉几句话就说服卫兵进入竞技场训练营，以及最后夸梅和维果可以在旷野烧尸体。这些剧情的设计都有点草率，不过这部剧到目前为止依然不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故事。至少我很期待垮梅拿到鲁迪斯之剑，我猜应该会是这个结果吧。不过我也希望会有出乎意料的设计。特纳斯依然是目前最核心的人物，他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太大的阻碍，很容易的就达到了他的目标。这刚刚第3集，他就成功的跻身到元老贵族的行列，分取战车竞技的佣金，而且还傍上了二皇子的粗腿。未来是否是围绕他如何保持这个地位进行一系列的对抗呢？我们拭目以待。前面他和好搭档斯高普斯最大的对头是蓝色派系的马苏斯领主和安东尼亚夫人，现在他们成为所有贵族和元老的眼中钉，后面的战斗估计会很激烈吧。好的，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观影聊天，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